赢的人坐上了救护车，而输的人却一脸轻松，和你挥手致意。中国重量级拳王张志磊在和克罗地亚名将赫尔格维奇的较量当中，全程重拳轰炸，以几乎碾压的姿态打得对手头破血流，要多狼狈有多狼狈。对手在赛后第一时间就送进了抢救车拉去抢救，不过比赛的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连裁判都懵了。比赛结束了，虽说裁判判我输了，但是在我心中我赢了。回到双方的这一场比赛，当时扬言要 KO 张志磊的赫尔格维奇，怎么也没有想到，年近40岁的张志磊重拳将来得如此猛烈，首回合就没有顶住压力，惨被重拳5秒。在第二回合，面对张志磊的强势压迫，赫尔格维奇尝试用重拳击退，不料根本造不成任何威胁，根本打不动张志磊。可以说，只要张志磊自己的体能不出现问题，对手就绝不可能对他造成任何威胁。第三回合的张志磊先下手为强，仅用一拳就让赫尔格维奇的脑袋挂了彩，狗血淋头。面对小了自己9岁的赫尔格维奇，无论是对方14战全胜的战绩，还是巨人的称号，张志磊都没有任何畏惧，全程都表现得相当强硬。Back to that left cross. Nice left. Just when he gets backed up, he doesn't look. Zhang is beat to the punch. Yeah, nice look. He's trying to put combinations. Zhang is taking these on the gloves. 当比赛来到第4个回合，无论赫尔格维奇怎么努力，就是打不穿张志磊的防守。而这一场比赛，张志磊为了稳妥起见，得了不慌不忙的匀速前进，争取用最少的体能打出最好的比赛。毕竟张志磊已经39岁，最大的敌人并不是对手，而是。Yeah, that's on Sergevich. Good shot. Zhang. Combinations together. 曾经打过最强大的对手，不过才2星而已，和平级4星半的张志磊比起来，根本不能相提并论。Good from Hergovich. From the man from Croatia. 对方这 Does. Open it up. Left hand for the Chinese man. Hergovich, it'll be fascinating to see if they're an issue. Spears in a... 当比赛来到第7个回合，也正式进入到比赛的中后期，也来到了张志磊比较弱势的一个阶段。但张志磊依旧保持着极强的进攻状态，不断向赫尔格维奇发起猛攻，而赫尔格维奇的抗击打能力也令人惊。当比赛来到第9个回合，受制于年纪和体能上的问题，张志磊的进攻频率越来越低，不过表现的依旧是相当的稳健。张志磊就像一个猎人一样，有着极强的耐心，他不断在等待着赫尔格维奇露出破绽，给予对方。张志磊抓住了对方的破绽，连续的重击，自认为自己很有实力的赫尔格维奇，也仅仅在比赛的最后2个回合开始了全面的反击。但即便如此，张志磊依旧是非常坦然的接下了对方的重拳。即便此时他已经没有了体能，但是顽强的意志力一样可以。Causing the slip in the center of the ring. Up and here comes Hergovich. Yeah, brilliant. Right hand, and it gets. But Zhang comes back 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next? The big one. Just a couple more rounds here. She gets knocked out, but that was good from Hergovich. And especially in heavyweight boxing, he'll slip onto a bit of Hergovich. Haven't looked particularly sharp. Do you remember Andrew Galong here?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Just struggling. He just walks away and doesn't take it. Oh, good work from Zhang. And he's got a minute left. More, something like that. 在比赛第11个回合，张志磊不慎滑倒，但赫尔格维奇却对着张志磊的后脑补上一拳，这种趁人之危的表现真是令人作呕。当双方的比赛来到第12个回合，而比赛的 I think it'll be interesting. Let's take a penny for that. As the fight's gone on, this fight going to be will the judges be able to split them? Oh, good shot. It's a good body shot. And again, and the effort that these two have put. It's the judges. Oh! 比赛结束了。注意看，嚣张的黑人拳王下手狠毒，招招致命。
见违规将中国选手打成重伤，现场倒地的中国小伙翻着白眼儿，浑身抽搐，随时都有丧命的风险。现场初步诊断是重度脑出血，随时都有可能会丧命，只能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手术。虽然说比赛受伤在所难免，但是违规下死手，未免太不把我们中国人和中国擂台放在眼里。而获胜后的黑人选手洋洋得意，举起了奖杯，还跳起了舞蹈，嘚瑟庆祝。然而就在这场比赛过去还不到3个月，他又一次来到了中国，挑战中国散打队长江春鹏。在发布会现场不由分说就把江春鹏按到了桌子底下，还对现场的所有工作人员破口大骂，这已经是欺负人欺负到了家。见黑人拳王越来越嚣张，我国的不败王者死神方辩主动请缨站了出来，宁可搭上性命以及不败战绩，要和他一决生死。好，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可谓是一场不败对战不败的对决。我们注意看，红方选手死神方辩在迎战马库斯之前啊，这个大老黑之前啊，他是不败王者；而这个马库斯在迎战方辩之前，他也有着对华6年不败的战绩，6年9胜，可以说把我们中国拳坛啊打了个遍儿，已经是没有人啊敢和他打啊，他便越发猖獗，挣着我们的钱啊，还打着我们的人。其实赛前啊，方辩的团队、方辩的经纪公司呢是不建议方辩打的啊，不是不建议，是不想让他打。因为方辩毕竟作为一个不败王者，多年以来累积的不败战绩和名号啊是不容易的啊，打对方风险太高。哎，又是一个违规顶膝。方辩也很无辜，我都要倒地了，你为什么要顶我呢？对方也表现出了超高的演技，说我不是故意的。我估计对方的心呐和他的肤色啊一边黑呀。从体型上来看，方辩的确是要比马库斯啊瘦上不少。我们是差了一个级别啊，来和对方打的。可以说这场比赛让所有的观众啊都是屏气凝神啊，都不敢喘大气。好，两个人较上劲儿了啊，方辩想摔对方，对方也想摔方辩。这个贴身带摔啊，没什么用啊，但是能够狠狠的挫士气。漂亮，前手打中了。马库斯搂住方辩之后还想摔我们啊，两个人真是较上劲儿了。哎，我们看这是马库斯脚底下使了一个绊子啊，绊倒了方辩。方辩摊开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没什么意义啊。但是你和这么一个不讲武德、不讲规矩的人啊讲道理，那是没有用的。好，柳龙劈挂。这是方辩和刘海龙学的招式，也就是用脚丫子踹对方的脸。两人都很紧张啊！你看马库斯，这也是为数不多啊，这个很频繁的搂抱对手的一个比赛了。以往的比赛他不会这样啊，他只会猛打猛冲。但是今天面对不败王者死神方辩，他心里边也没有底。应该方便不占优势。对。哦，马库斯这个搂住以后的这个膝啊，从我这个角度能看到方便身上的血。哦。方便有一个重击啊，双方两个人都有重击啊。我觉得方便这场比赛是拼了，为了自己的荣誉。其实看得出来，方便也非常的轻松。还是方便击倒了马库斯。我们注意看现场的观众啊，都已经是高兴到蹦起来。可见中国的拳迷粉丝啊，内心已经压抑很久了。见这个马库斯在中国横行霸道啊，今天终于有人啊替我们出了一口气。好，现在是双方第2回合了，看一下方辩能不能够 K 掉对手。对，这个向上，随时1秒钟。又是这个情况，第2次击倒马库斯。我觉得方辩不会再给马库斯机会了。又一次击倒。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1回合2次读秒，再来1次，方辩就可以终止比赛。我们看方辩已经冲上去了，对着马库斯的脑袋疯狂的摆拳。这个时候马库斯没有反抗能力了，倒了，比赛结束，3次读秒，来自于加拿大的不败王者西蒙马库斯终于倒下了。好，他摊开了双手表示不服，但是已经3次读秒了，你有什么不服的？这是比赛规则呀。这场不败王者对战不败王者的比赛终于落下了帷幕，让我们恭喜死神方辩啊完成了这个历史性的一刻。现场的主持人郭晨东都哭了。
Stoppage of the referee. 1 minute 5 seconds of round 2. Your winner in the red corner, Fang Bian. 获胜方式方便，方便至今不败。目前世界排名第1，有请邱建良。哇，漂亮！伊萨还说不是被踢倒的，是脚下滑倒的，在纸地上。西班牙巨人被邱建良的神龙摆尾一脚干趴，站起来之后却一脸不服，怒骂中国的裁判。下一秒被邱建良乱拳乱腿打得生不如死，抱头鼠窜。我的拳头专打中国人，只要邱建良敢站在我的面前，我就敢保证亲手打死他。我们有请来自西班牙伊萨查蒂。好，我们注意看视频当中正在出场的选手便是来自于西班牙的巨人拳王伊萨查迪。超强的身体天赋为他带来了极远的打击距离，他可以肆无忌惮地进攻每一个对手，但很多对手却拿他束手无策，根本没有办法。因此他在国际拳坛很少有人能够和他抗衡。目前世界排名第1，有请邱建良。好，这边我们的中国坦克邱建良已经登场了。虽然说邱建良的身高和臂展都和伊萨查迪有着天壤之别，但邱建良就是要不断的突破、挑战自我。邱建良永远不会待在一个地方，待在一个舒适区一直安稳的过下去他会不断的挑战自己，向更高更强的对手发起挑战。不过这场比赛伊萨查迪不仅有着极强的身体天赋，而且手握27场胜利，而且还有着90%的 KO 率，也使得邱建良和伊萨查迪的这场比赛充满了巨大的变数。好，这边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注意看红方邱建良，蓝方伊萨查迪。对方的腿很长重心绝对是不稳的。好漂亮！说到重心不稳，一上来就破坏对方的重心，这就是邱建良洞察比赛的能力他知道对方的弱点在哪。我们经常说邱建良的拳商高这就是拳商高的体现。不过还是那句话，伊萨查迪的话身高庞大，拳还很重，他随时对邱建良都充满了威胁。不过邱建良最大的优点在于他移动能力比较强比较灵活。转身摆尾没有踢中，有一个的确是不好踢，因为现在的距离把控在对方的手里。伊萨查迪是居高临下以高打低，他很舒服，他可以这个高边腿有点危险，他可以随时观察到和测到邱建良的一个进攻距离。赛前这个伊萨查迪他也吹牛说他的拳头专打中国人。观众朋友们，这就是单纯的吹牛了因为很多老外呢来我们中国打比赛都喜欢先吹上一番牛然后呢这个激怒我们。但是今天他惹错了人因为邱建良的头脑很冷静，他这一套小儿科让人感到非常可笑的行为呢，在邱建良看来就是非常可笑就是一个小丑。这是一个假动作，假装想踢。比赛的举办地点是在我们中国上海。漂亮，这又是一个破坏重心的腿法，专踢对方的这个后腿，对方起腿的瞬间踢他的这个支撑腿。哇，对方的这个组合拳法还是很吓人的虎虎生风漂亮，这下打跪了，又是破坏了重心。对伊萨查迪这么重心不稳，一方面是他个子比较高而另一方面是他呢这个拳头都是把自己抡出去，导致重心本身就不太稳。邱建良，漂亮，后手直接打，转身后身，好的，前手把对手打退了，跳膝，哇，直接把对手。对，这个，因为这个伊萨查迪看到对手进攻很猛，所以主动选择去缠蹦。对，邱建良直接把他一个带摔出去。双方可以说一个先犯规在先，然后另外一个以犯规来报复。这个属于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这样一个状态。好，现在双方的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在第一回合，双方可以说是平分秋色都没有太明显的优势。
硬要说谁有优势的话，是邱建良啊，略占一点点的小优势。漂亮，转身的神龙摆尾，超近距离的。好，第二回合，邱建良开始尝试啊，打进对方伊萨的内围了。伊萨呢，的确很喜欢拼拳，不过他需要一个舒服的距离。哦，这个顶膝，邱建良有些慌了，第一时间赶紧搂抱搂住对手来缓解一下。很聪明啊，这个战术和灵活的应对，老江湖了。只有老油条在这个搏击擂台面对这种突发情况啊，才能有这么快的一个应对方式。距离的变化，刚才其实我还在想做一个比喻，就是说伊萨查迪如果说他这个进攻的非常的犀利的话呢，他这个可以说在场上是用霸王龙来形容。而邱建良在场上更像是一只迅猛龙。哦，后手摆拳，两种不同状态的打法，让我们来看一看。裁判提醒不要缠抱，邱建良也要打得更警醒一些。对手刚才顶膝啊，威胁很大。哦，漂亮，直接踢到了对了支撑脚。看来刚刚对方的一个飞膝啊，对邱建良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现在已经是很快就恢复过来了啊。坦克的名号果然不是白叫的。最后的伊萨，所以说在这个时间当中，对于备战来说，制定战术是一个问题。但是对于邱建良来说，现在呢，在场上我们看到应对的方式还是非常的科学的。转身漂亮！伊萨还说不是被踢倒的，是脚下滑倒的。这个伊萨在站起来之后呢，还嘴硬呢啊，说自己不是被击倒的啊，这地上有水。他这一下是得罪了好几个人啊，既得罪了邱建良，又得罪了裁判，又得罪了赛制方。你说地上有水，这不是质疑赛制方这个专业能力吗？看来这个家伙的情商啊和拳商都不如邱建良。好漂亮，换拳。刚刚邱建良有一个经典的后拉式的摇闪。非常的厉害啊！腰间核心控制力又一个，哇！邱建良的腰啊，太厉害了。邱建良今天是遇到了一个火力很猛的选手，所以他也把自己的火力完全发挥出来。哇！连续倒地多次，都是被踢了这个支撑腿。而且这一回合两个人都非常乐意于用这种转身的这种动作。裁判再次提醒伊萨不要缠抱，两人换正蹬。对，说实话，这个缠抱他已经是吃了好几次亏了。对，被邱建良带摔出过擂台一次。好，这时候趁着比赛中场休息，我们来看一下邱建良的那记神龙摆尾到底有没有踢到这个伊萨查迪。注意看，哎呦！这就差把对方的脑袋这个切开两半了，他还在嘴硬啊，说自己不是被击倒的，是不是脑子被踢傻了？好，这边双方第3回合比赛继续，最后一个回合了。伊萨查迪的超强身高和臂展在邱建良的身上是没有任何发挥的空间的，因为他的速度啊没有邱建良快。不仅不是快，是差了很多呀。邱建良呢，在场上呢，在进攻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这种动作，包括眼神去迷惑对方。伊萨呢抱怨几句，但是你去缠抱对手，对手来打你，那有什么办法呢？是。裁判又次提醒，第2次，对，不要缠抱。后手。高扫，将擦过，漂亮！打身体，连续的打佛上勾，伊萨提膝，邱建良跳膝挤到了绳脚，连续输出。哇，伊萨还没有从这个神圈出来。最后一个回合，现在已经成了邱建良单方面在吊打伊萨了。这个来自于西班牙的巨人，很明显他的体能和他的状态已经到达了极限。在对战邱建良之前，他只输过2场比赛，恐怕今天结束之后啊，应该是要变成3了。右扫支撑腿，在倒地之前被对手又挨了一拳。是，你看这扫了之后有点已经站不起来了。对，这个是有这个积累的伤害的。漂亮！直接击倒了，直接击倒了，是一个前手的平勾。我们看脚下已经发软了。哎，还真别说，这个伊萨查迪还很顽强啊，这个时候还不认输。邱建良又冲过去了，想要进行最后的终结了吗？
哇，连防守都很吃力了，只能是抱头防守。想要搂抱，但邱建良的拳法非常的猛，火力全开，哇，又爆头。伊萨查迪在不断的后退，最后的30秒，对方的话是希望自己的战绩好看一点啊，不要被 KO。但邱建良已经是玩嗨了啊，现在已经是不把比赛当比赛，当成了表演赛。来踢直身腿，后手，又一次被击倒。裁判觉得这是被推倒的，所以没有读秒，显得非常的难以支撑。好，比赛终于结束，3回合的大战没有产生 KO 啊，我觉得这个比 KO 还要精彩啊！对方的话也的确很顽强，而邱建良的火力也不愧对于坦克的称号。好，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邱建良，没有意外拿下了胜利。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开场就被飞身一脚踢翻在地，全场的韩国观众无论男女都激动到站起来鼓掌，武僧一龙万念俱灰，而韩国主持人更是在一旁煽风点火。好好请教 ，Made in China, no, Made in Korea。而下一秒，认真起来的武僧一龙拿出了真正的少林72绝技之一的扫堂腿，踢得韩国冠军屁滚尿流，当场小便失禁，尿湿了裤子。这一幕让韩国的女观众一脸蒙圈，他们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这个一脚将武僧一龙踢倒的男人，正是来自于韩国的跆拳道冠军闵永珍。在比赛没开始之前，他就嘲讽我们中国武术和中国足球一样不堪一击。在我看来，中国功夫就像中国足球一样不堪一击。我将会证明跆拳道的强大。好，我们再注意看武僧一龙登场了。虽然说武僧一龙名声在外，有好有坏，但此时此刻，观众朋友们要注意了，我们打的是韩国棒子啊，我们必须要齐心协力，一致对外。而且要知道，韩国人曾经可是说过，说我们中国武术，说我们中国的4大发明都是韩国发明的啊！因此，我觉得，不管你对武僧一龙啊有什么看法，对武僧一龙有什么偏见啊，此刻我们应该是齐心协力，可不能出现内部矛盾，让这帮韩国棒子啊看了笑话。我们看武僧一龙表情凶狠，因为这场比赛有点特殊了，我们并不是在国内打的啊。武僧一龙走出了国门，来到了韩国首尔。他不仅仅代表自己，更代表我们中国武术，更代表中国人。闵永珍，蓝方是武僧一龙。那么通过这样的出场，我们已经亲眼看到这个闵永珍是练跆拳道出身的啊，因为他穿这个身的道服出场了。小胡子，我们一看到他想在2013年的比赛里面有一种新的表现。我们看此时台下的韩国观众啊，像过年一般，而武僧一龙则是一脸的生无可恋。看来这帮韩国棒子果然是井底之蛙，没见过什么世面。难道以为击倒我们一次你们就赢了吗？漂亮！这是一个少林72绝技当中的扫堂腿，玩腿法啊，小棒子你还嫩了点。我干扰。继续全身心的投入比赛。武僧一龙这种抗击打能力非常强大，尽管我们看到这个闵永珍用他这个跆拳道的什么旋踢动作啦，包括扫踢动作啦、横踢动作啦，但是在武僧一龙面前一一化解。看，这是闵永珍准备利用一个转身后旋踢，被武僧一龙化解掉。要知道武僧一龙这个抗击打能力啊！现场的韩国观众上一秒还在集体兴奋，现在的话是鸦雀无声啊！因为此时此刻他们的韩国欧巴、韩国男神啊，被这个武僧一龙真的是单方面吊打，对方击倒了武僧一龙1次，而武僧一龙现在是成百上千次的还给对手。还什么韩国第一腿，我看他是韩国第一嘴巴啊，就会吹牛。你看这个闵永珍，虽然说招式看起来那是大开大合，挺唬人的，但仔细一看，哎呦，漏洞百出啊！没错，给我跪在地上。这个中国动作没关系，继续上。他没有拳法啊，他更多的利用这个旋踢腿的动作。你看他这个头部的，哎呦，现场的韩国美女观众啊，都哭了。但是说句实话，看到他们哭，我就想笑。这场比赛是跆拳道
中国传统功夫的一种较量。哎，随着韩国选手又一次被击倒，刚刚好铃声敲响，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其实啊，这个韩国棒子说我们中国足球不行啊，我们其实也就忍了啊。那没办法，我们实事求是的讲，的确不太行。但你要说我们中国武术不行啊，不如韩国跆拳道，那我们绝对忍不了。而且行与不行啊，也根本轮不到你个韩国小棒子啊来这个评头论足啊。哎，我们看武僧一龙眼神很凶狠。第二回合比赛继续。武僧一龙更加全面，我们看到这个明永珍，你虽然练跆拳道，你只有用腿法进攻，但是你这个上三路没有任何的防御能力和进攻动作。你要知道，自由搏击是靠上三路、下三路的自由的组合来显示你对手的实力。哎，第二回合情况不变，这个韩国小棒子啊，不是在躺，就是在躺在地上的路上啊。给大家科普一下，在韩国跆拳道分为2个流派，叫 WTF 和 ATF。那这个 WTF 呢，就是我们平日里能看到的啊，这个踢木板啊、劈砖头，表演性质居多，没什么杀伤力。而这个 ATF 啊，有拳法有腿法，的确是有点杀伤力。那今天很明显了，这个闵永珍啊，没什么拳法，他很明显是 WTF 流派的一个成员。说白了啊，他就是一个跳舞的，他就是个卖艺的。放心大胆。 现在场上完全被武僧一龙牢牢的控制着。 두 선수 모두 다 이게 킥복싱이라든지 KO 룰에 맞춰서 하는 움직임 전혀 아니고 다만 이제 지금 민영진 선수가 로우킥 쪽에 좀 쌓이는 그런 인상이 좀 나오고 있고요. 只有招架之功，无任何还手之力。武僧一路继续进攻，扩大战果。 민영진 선수 지금 다리 왼쪽은 이미 충분히 부럽습니다. 武僧一龙说：“我踢，我踢。” 你不是跆拳道冠军吗？我踢，我踢，让你知道中国功夫的厉害！我踢，我踢，让你站不起来！的确，看情况应该是站不起来。韩国的女观众是掩面痛哭啊，哭就对了。不仅你们掩面痛哭，你们的韩国欧巴、韩国男神啊，这都尿裤子了啊，被打尿了。原来韩国的跆拳道冠军啊，实战就这水平啊，吹什么牛啊！ 说句不好听的，如果来我们中国参加比赛，恐怕连少儿组的铜牌他都拿不着啊！比赛让我们恭喜武僧一龙战胜了韩国选手，客场扬我国威。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